他很快的就会跟你拉近那个关系。我觉得是杨紫与生俱来的这种亲和力。他的悲有往内收的那种隐忍的悲，有那种外放的那种大悲。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自己的一个挑战吧。我们现实生活里面也存在这一类的人，他们在得到一些方面的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很多。好，我们随时开始。那你现在有跟着一起追剧了吗？因为我现在是在组点拍戏的状态，所以说，是周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在看的时候，然后我休息的时候也会跟着一块儿，看一看，关注一下。有没有看到什么比较好玩的这种讨论？我第一次看到那种弹幕是，就是特别大，整个屏幕的，然后划过去，苍玄。刚刚也上了一个新的产品，就是那个罚站墙，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有看见，对，拿了第一。对，拿了第一。有什么想说的？太棒了，第一名。因为我没太仔细看那图片内容，后来他们跟我说，你相当于是倒数第一名，罚站的第一名。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陵和西岩，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你自己是如何看待苍玄对小妖的情感态度的？这就是苍玄非常执着的一面的一个体现。找了他300年，但是没想到，因为视力不太好，一直也没找着。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我要找到他，我要保护他，我要爱护他。我觉得从始至终都是这样的，甚至是没有办法得到你，但是我要让你快乐。他们都说他死了，但我总是抱着万一的希望，奇迹他。Sometimes like all you want to do is run. Hear me out, hear me out. If all the things you never show, there are the things I want. 后面有一场戏，我可以给你概括一下它。我敬了某个人3杯酒。那场戏的情绪层次非常多，你一坐到那儿，这个环境带给你的东西，还有你脑海里面本场戏需要去想象的内容，坐到那儿就呈现出来，不用说，去设计到哪个台词我抬头，哪个台词我举杯，这都不用。你状态到了，其实很多的东西是你下意识带给你。坐，请坐。还愣着干嘛？快坐呀！吃瓜那个我看了，当时拍的时候是怎样的情况？我觉得那些就是很轻松、很愉快的，包括在整个篇幅里面，这种戏份对于我而言是相对来说较少。会有一些比较即兴的设计。有啊，当时我去了现场之后，就是看着道具，当时就摆了瓜子，我就说那这样，我就嗑瓜子。所以这真的是嗑，不是假不假事的，就是那拍了好几条，因为就是全景、中景、近景什么都有，就一直在那儿吃瓜子一下。下这儿了，我建议你回戏。不会，绝对不会。这次和杨紫对手戏也非常多嘛，评价一下他和角色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像或者反差的吗？相像就是他生活里面也是很灵动，给人的感受就是很容易亲近，没有距离感。不同就是小六是个男孩，他是一直都是女孩。他那个性格会不会也比较直接？就刚刚我们说他没有距离感，就是他很快的就会跟你拉近关系。我觉得是杨紫与生俱来的这种亲和力。不是，让开！不可以下药！别动！让开！你们对戏的时候，真的有很多演技高光时刻，两个演员对戏会不会也有很爽的感觉？有很爽，就是拍戏，就是你剧本赋予你的东西就这么多，你的对手戏演员两个人要是搭得上，两个人契合，两个人的点是一样的，然后互相给个肩膀，这个戏才能拍出来比较爽，比较好看。在对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通过双方的不一样的演绎，然后让原来这场戏更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有啊，就是这个东西，你现场去感受这个环境，感受你对手演员，然后适应你的对手演员。他如果能带给你一些他即兴的东西，你感受到这一份即兴的东西，你也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带给他，是相互刺激的。这种大悲的戏有没有哪些会很难走出来？
我还好，跳进跳出的相对来说比较快，但是会有身心上的那种累。场戏拍完了，收工了，情绪真正的松懈下来了之后，才会放松下来。一想到小妖，我就难以入眠。已经300年了，他们都说他死了，但我总是抱着万一的希望。我喜欢你，错，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哎呀，你不可以死。作为经历了这个角色的人，你对于他这些结果和经历是一个怎样的感受？苍神就是一个，我觉得在某一方面吧，他是一个很悲情的角色。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也存在这一类的人，就是他们在得到一些方面的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很多。这个就看你怎么去抉择。那如果是张晚意自己的话，也会做他这些选择。我会把它就是给它中和一下，给它就是取一个中间值，就是小孩才做选择都要都要。那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杀青的时候的感觉？杀青当时可能就没缓过劲儿来，当时觉得哇好开心啊！我这5个多月这么累，我终于可以就是让自己身心放松一下了。后来拍完了之后，就是一个人回到屋里面，静静的感觉，从晚上开始就很怀念你刚开始进组的点点滴滴。你看到清水针是什么样一个场景，你看到自己的对手演员什么场景，你们一块儿演过多少大喜大悲的戏，然后一块儿跟所有的工作人员共度了这小半年的时间，会有很难过的情绪。其实大家也在讨论说，汤玄是有点那个不孤身的那种男主，有什么想回应的吗？大家我也没到看到最后吧，说不定呢。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在《长相思》里面饰演的小妖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小妖她是一个从小就是没有受到过很好的保护，都是靠自己。然后她经历了痛苦折磨之后呢，她用男生的外表变成他的一个保护壳，然后但是他的内心其实我认为是很脆弱的。但是我觉得他很善良的一点就是他经历了这么多，当他遇到涂山璟的时候，他觉得涂山璟跟他的遭遇很相似，他有了悲悯之心，他还是一个善良的人，直到最后他又重新做回了王姬。所以我觉得小妖是一个很复杂很真实的一个角色。那你觉得这个角色和你以往饰演过的角色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反差和不一样的地方？他不是说一上来就是很完美的，而且她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小女孩，她是一上来她就已经经历过所有的磨难了。她其实是对人不信任的一个人，看到路边有乞丐，或者说她看到一些不公的事情，对她来说她最重要的是活着。少管闲事少操心，长命千岁乐逍遥。自己都已经遭受过无数次了，所以她不会说像一般的女主那种看到这个她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而不是她一上来其实已经是那样的一个状态了。那像这种角色，它打动人的点在哪呢？复杂，然后我觉得可演性很强，想要去把它展现出来。